他只有初中学历，却颠覆了我对 IT 精英必须高学历的看法。正是眼前这个潇洒自如的家伙，一通电话就斥资90亿买下了印度的一家企业。靠着他天赋异禀加上种种机遇，8年前他和好友朝比奈一起在学生宿舍的小屋中创业，一手打造了现今日本的 IT 翘楚，公司市值达到了3000亿日元。年仅29岁的他，个人财富已有250亿，不折不扣的高富帅，财富正以每小时600万的速度增长。这个男人名叫日向策，6岁时遭到母亲的遗弃，童年的创伤让他性格变得冷漠孤僻，还患有严重的面孔识别障碍。今天他已经不知道问了多少次，对助理安刚说：“你叫什么来着？”只是一面之缘，却记住了那个女孩。也许是因为她的名字让他印象深刻。女孩是东京大学的优秀学生，拥有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，却在30多次面试中屡遭挫败。她每天忙碌于各个招聘会之间，又一次面试失败。她沮丧地在街上走着，抬头望着那些高级写字楼，羡慕那些白领的生活。她不知道，在她失落的背后，日向策正乘坐着直达电梯，高傲地俯瞰着外面的世界。满怀自信的日向策，当他在同学手里看到关于日向策的报道，听同学说他只有初中学历，却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，他不禁陷入深思。他用哥哥给的少许零花钱，买了一双新皮鞋，来到了 NI 公司的招聘宣讲会。日向策在众人瞩目下风采依旧，向大家阐述公司的经营哲学。在提问互动环节，他向在场的人提问为何选择来这里，却没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。当得知这位东大毕业的女孩还未收到录用通知，他要求那些收到不超过2个 offer 的人离开。然后他对大家说，他成了日本教育制度失败的牺牲者，他的学历与能力完全不匹配，尽管一直勤奋学习，仍旧变成了无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的人。女孩回想起家人的关心与厚望，那些尴尬与无奈充斥着此刻。她激愤地站了起来，当场背诵了公司未来创新的资料和员工信息。她希望他能仔细看待每一位求职者，毕竟大家都为了来这里付出了巨大努力。然而日向策并未被打动，反而告诉他，东大的理学部女生，你可以走了。但女孩随后的一番话，不仅让患有脸盲症的社长记住了她，还让他们之间产生了更多的交集。这里是日本 IT 界求职者梦寐以求的地方，这里有着创新的工作模式，有可以舒适休息的氧气胶囊，配备完善的健身房和游戏室，还有美食自助餐厅和供学习充电的房间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楼顶竟有一片绿意盎然的绿洲，闲时甚至可以体验下农耕。这一切都出自社长日向策的匠心设计。他相信人们只有在最放松的状态下，才能激发出无限的创造力。同时，这里也是日本竞争最激烈的 T 公司，公司每3个月就要对程序员进行一次考核，并决定是否续签合同。考核不通过者会在下班前收到被解雇的邮件，当天就得打包离开。这成了冷酷社长日向策最喜爱的游戏。目前他正全力以赴开发一项个人档案项目，想要把全国民的户籍信息数字化。这个市场不仅巨大，利润也非常可观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他也能方便地寻找那个抛弃他的母亲。而突破口就是总务省事务次官藤川，她是个数据驱动的实务派女性，也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。他们在之前的项目中产生过冲突，他对这个只有初中文凭、性格孤僻的日向有着自己的看法。因此日向想到了一个人，既是藤川的同行，也是校友的泽木千寻。当泽木接到电话出现在 NI 公司，他被公司的环境深深吸引。当那位患有脸盲症的社长在同事们面前，他的名字一呼，众人都惊得下巴掉了。日向随即给他分配了个临时的工作，利用他那出色的记忆力，要他在48小时内记下一大堆文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泽木已经到公司报告说任务完成。日向接着带他到高级商场，从头到尾打扮得焕然一新。第二天，他化身为刚从印度返回的 T 女神，出现在总务省午餐会上。他这个从未见过这种场合的人，吓得抱着肚子想逃跑。日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对他说：“你做得到。”听了这话，他仿佛打了鸡血，挺着腰板走进了会场。在餐桌上，泽木用他那超强的记忆力叙述着昨天才刚记下的各项数据，还恰到好处地进行归纳总结。他的表现大大满足了藤川的期望，关键时刻还救了一下忘记局长名字的日向。事情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，并且已经约好下周的说明会再相见。但在告别的时刻，泽木向藤川透露，如果个人档案上传到云端，那些关于养老金消失的荒唐事就不会发生了。在养老金事务局工作的藤川恰好被他触到了痛处。事后日向狠狠地训斥了他，他哭着愤然离开。半路上他回头看见了他掉落的鞋子，想到这几天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，觉得自己可能说话太过分了。当他开车回到公司，恰好见到朝比奈在安慰他，而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。然后他轻轻地开车离开了。车上他和朝比奈讨论着接下来吃什么。朝比奈拿出了一份调查报告，提出了一个他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：你到底是谁？你根本不是泽木千寻，为什么用这个假名？这个女人刚刚在小组会议中被社长当众批为无能的笨蛋，是个没人要的职场新手。下一秒秘书就给她拿来了职业装，转瞬间她变成了众人仰望的 T 女神。她因成为公司重点项目的关键人物，只有几位核心成员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他们被严命必须对她的身份保密。为响应藤川次长的邀请，泽木被召唤回归，
签订了日薪5000日元的合约，任务完成后还有额外150万的高额奖金。看到这笔金额，他惊得目瞪口呆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他对于这么高的薪水感到不安，渴望向同事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，但被日向拒绝了。和藤川的再次见面很顺利，并约好在说明会当天再次见面确认细节。在车上，他递给他新的资料，要求他尽快记住。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，他想起了之前留在他车里的鞋子，询问他鞋子放在哪里了，表示自己可以过去取。日向却直接掏出一叠现金，说这些钱足够赔偿他扔掉的鞋子了。他看着他手中的钱，想起自己辛苦找工作时哥哥给的零用钱，买的那双皮鞋，不禁泪水连连，哽咽地说：难道人一旦有钱就会变坏吗？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而日向还尴尬的手里拿着钱，感觉心里像是被什么触动了。藤川无意间发现了泽木的学生身份，急忙召见日向等人进行问责。他放弃了唯一一次复试的机会，赶到现场试图向藤川解释清楚。感到被欺骗的藤川终于做出决定，禁止 NI 公司参与任何政府项目。泽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藤川上班的路口等着，希望能向藤川道歉，并请求他给日向一个机会。终于在一次不慎摔倒后，藤川走过来扶他起来，然后揭露了给 NI 公司红牌的真正原因。因为他觉得日向并不是一个真正为了创造便利生活而努力的人。东京大学校园因为明星社长的到来而骚动不已，他却径直走向了他。他的直率道歉让他误以为又是在责骂他。他递还了被精心包装好的鞋子，他对他说：其实你还挺不错的，并透露藤川最后还是被他的坚持打动了，给了他们重新参与项目的机会。你明明不叫泽木千寻，为何要用这个假名？这个名字和日向有什么联系？日向的合伙人朝比奈一直在找寻，而患有脸盲症的日向却只记得他的真面目。当面对这个与母亲同名的女性时，原本冷酷孤僻的日向起初总是挖苦和责骂，但在不断相处的过程中，发现他总能打乱他的节奏，连平时自负的他也开始主动向他道歉，还隐瞒了自己幕后所做的努力。正是这些努力让藤川重新接受了 NI 公司，但他并不知道，几年前他与一直苦苦寻找的母亲擦肩而过。那天，当他去找日向报告工作时，见到他正在接受记者采访。当被问及自己的身世，他冷淡地说不知道父母是谁，也不想见到他们。对他而言，见不见父母都无所谓。泽木目睹了表面强硬的日向离开，他躲在角落里情绪低落。他来到日向的办公室，他递给他印有他卡通形象的名片，还调侃说他跟那个傻傻的卡通形象很像。作为临时工的他既感到高兴又感动，看着名片上的泽木千寻这几个字，他慌忙逃离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向闺蜜吐槽自己撒谎的经历，向日向坦白自己其实叫泽木千寻，并想告诉他母亲的下落。几年前，日向曾到他父母经营的家庭旅馆里，那里是他母亲的故乡。他询问他是否认识泽木千寻，和快餐店老板娘关系不错的他，因为接受了老板娘的请求，对那些寻找自己的陌生人说他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害怕面对儿子的责问，为何当初会抛弃他。他撒了个谎，说自己不认识泽木千寻。日向在他家吃饭时，见到他家人如此关心他，他说自己很羡慕，并表示即使自己多年寻找未果，也永远不会放弃继续寻找。这是为了鼓励他不要因高考失利而气馁，要继续努力。他跑到泽木千寻的家，希望他能见一见自己的儿子，却被拒绝了。他想要向他揭露真相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。他多年来一直因此感到自责，因为坂口的请求，他可能会被 NI 公司解雇。他请日向对坂口的设计做出评价，在他的影响下，日向开始投资坂口，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和鼓励，这让他开始对他产生了亲切感，也让他对他有了新的了解。有天晚上，日向路过一家高级餐厅，看到他一个人被放鸽子了，他独自坐在那儿不敢离开。他好心的走了进去，帮他脱困，因为他帮助了坂口。他对他大加赞扬，不知不觉中喝多了。他说他虽然表面冷淡，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帮助别人，让他看到了日向另一面。他去了洗手间，在那里苦恼着该怎么向他说出真相。当他回到餐厅，看到日向对他微笑，觉得他浑身散发着光芒，让他心情顿时美丽如花。今天他又说不出口。出来后，他喝得更多了，拉着他继续喝，然后开始吐槽日向的自大行为。兴奋过头的他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，他透露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母亲。他紧紧地抓着他，追问他究竟是谁。原来这是他母亲的名字。他不停地道歉，解释说当时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。日向推开了他，看到地上散落着写有泽木千寻的名片，他说：你给我好好听着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今天是每3个月发一次的死亡邮件日。田中是个有老有小的中年男人，他急切地想向日向展示自己最好的创意，却在这时收到了解雇邮件。他顿时跪地痛哭。转眼间，他高兴地带着个人物品离开了 NI。原来是副社长朝比奈，给了他一叠推荐信，还给了他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，告诉他有问题随时联系他。他却不知道，这不过是朝比奈那种笼络人心的伎俩。在大家看来，他是个和蔼、谦虚且很关心大家的人，每一位离开的员工都非常感激他。相对的，社长日向推行了一套严格的淘汰政策，每3个月就会有业绩不佳的员工被开除。他似乎还乐在其中，随意丢弃员工的工牌，似乎对这种紧张激烈的游戏感到兴趣。朝比奈总是全力支持日向的每一个决策，他也是日向最信任的助手。在记录公司发展史的梦想墙前，
朝比奈告诉日向，继续做你的事，没有人能在你离职后接替你的位置。泽木千寻的出现，似乎让一向冷漠的日向有了些许变化。日向收到了坂口开发的新软件，他非常看好，出乎意料地给予了赞扬，甚至用个人名义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投资。他认为，只有当坂口处于孤立无援，并且走投无路的境地时，才能体现出他的真正价值。而朝比奈则希望他能回归公司工作，或者干脆直接对付他。他担忧一旦坂口的创意获得成功，可能会反过来威胁到 NI。充满自信的日向，从不害怕有比自己更出色的人出现。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。朝比奈审视着坂口写下的梦想宣言，决心在5年内超越日向。回想起他离开时说的那番话，在我心里，日向依旧是个强者。我看不起你。他每次都会安慰那些离职的员工，因为你实际上是害怕他的。如果真的决斗，你肯定会输，所以你才选择成为他的朋友。但至少我不会假装自己。你是个不敢面对失败的胆小鬼。其他人也都认为日向很出色，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。日向对团队成员的设计很不满，他想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，最终目标是打造出任何人都能轻松操作的系统。国家级大型企业 JI 高科也参与了个人档案系统的项目。在签约时 JI 的人表现得很高傲，面对这些自大的人，他们自以为的软件不过是垃圾。日向决定撕毁合同，放弃与他们合作。然而朝比奈却希望能借此机会。JI 高科致力于扩大公司的影响力，依靠自身实力开发出更先进的系统，向世人展现他们卓越的技术实力，把 NI 打造成为日本顶尖企业的代表。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这么大的意见分歧。日向带着失望对朝比奈说，没想到你追求的只是表面的一流，我第一次感到对你失望。本是众人眼中完美的副手，朝比奈独自一人面对梦想墙时满心愤怒，他的拳头砸在曾令人骄傲的墙上，那堵墙在他眼里变得一文不值，愤怒的甩手离开了。这女人居然半夜3更在警局里吃东西。他看见突然出现的日向，吓得急忙躲到墙角。原来在给一位老奶奶做问卷调查时，被误认为小偷而被带到警局。他留下的是朝比奈的联系方式，但警察最终请来了日向。真相大白后，两人一同离开。在警局外被训了一顿之后，日向却把他带回公司进行系统测试。他那让人哭笑不得的操作，却让他突然有了新的灵感。立足于用户群体，才能打造出更易用的系统。他推翻了所有旧设计，重新开始了设计工作。女孩透过玻璃看着他认真工作，笑得非常安心和陶醉。他在外头无聊地跳来跳去，看着他傻乎乎的模样，日向不禁微微一笑。一夜的辛勤工作，新的页面设计完成了。他轻触屏幕上的动物图案，果然能轻松操控各项功能。和日向道别后，他带着失落离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接到电话，再次来到 NI 公司。日向告诉他，公司需要像他这样天真烂漫的人来进行用户测试。这是你设计的登录页面吗？两人对视，会心一笑。日向重新向大家介绍了他，他最终得到了自己真正的名片夏井真情，并向日向坦白了当年隐瞒他母亲下落的事，一直感到内疚，并向他正式道歉。然而当听到他说不记得他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感到有点失忆，却没意识到这是因为他患有面孔师认证。日向充满自信地向所有人展示了新系统，完善的性能赢得了众人的阵阵掌声。但由于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来做用户测试，却遭到了董事会成员的反对。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创办的公司不能由自己做主，自信满满的日向被人大声斥责。在这紧要关头，他收到了最初的创业伙伴原野伸出的橄榄枝。原野计划投入10亿资金支持个人系统项目。在真情的介绍下，日向带着团队去到了著名的工业设计师青川的故乡收集用户数据，但调研反馈只有 5% 的用户完成了测试。与此同时，他得知自己的项目可能会被最高科夺走，个人项目因此再次遭到董事会的否决。在真情的鼓励下，他们逐户进行用户调查，但遇到了一些不愿意配合的老年人。日向第一次感到如此挫败，心情沮丧。青山让真情给日向一些个人空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真情带日向去田间散步放松心情，并转达了青山给日向的话。日向终于重拾信心站了起来，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开始。他让小川紧急去联系购买语音识别系统，目的是让那些不懂技术的人也能轻松使用系统。青山和老人们鼓励他不要放弃，他向自负的自己深深一鞠躬告别。在车上，日向倚靠在真情的肩膀上睡着了。尽管处于困境，但两人的关系却在慢慢升温。真情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。就在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时，之前主动提出投资的原野突然失踪了，项目资金再次陷入困境。无奈之下，出于对朝比奈的信任，日向提议卖掉自己 5% 的股份筹集资金，最终得到了朝比奈的支持。有人从背后将他推下了楼梯，他捡起掉落的眼镜重新戴好，摇晃着走向一旁，拾起一块水泥狠狠地砸向自己的脚。不久前 NI 的创始人之一原野找到他，用泄露50万用户数据相威胁，要求他出2亿来封住他的口。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朝比奈反控告原野故意伤害和胁迫，强迫原野与自己联手。在朝比奈的指使下，原野巧遇日向并提议投资，关键时刻却突然消失不见。背地里和董事会成员勾结，试图阻扰日向的个人项目，迫使日向不得不出售他的股份，这让朝比奈一举成为最大股东。这一天，真情被朋友拖去参加联谊，意外遇到来准备股东大会礼品的日向。
暗恋他的真情不停地解释，但那直男似乎并不关心他的解释。最终他对他说，如果你不高兴了，想要笑或者需要什么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找我，我会给你看我的绝招，帮你放松心情。日向笑着驾车离开了。下班后，他送伤还没好的朝比奈回家，差点让他被来访的原野看到。担心露馅的朝比奈紧紧抱住了他，他吓得像逃命似的跑了出去。他把500万 NI 用户的数据交给了原野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新闻爆出了岛国史上最严重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。日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，为泄露事件道歉，并报案调查相关人员，但都没找到线索。股价一路下跌，跌幅达 80%。真情担心地看着独自发愁的日向，而在隔壁房间，朝比奈正嫉妒地盯着真情关心的日向。他在那悠然自得地欣赏着大家的混乱，他的目的就是想把社长日向赶出局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即将召开的 NI 股东大会，山下提出暂时搁置个人档案项目，以帮助度过即将来临的股东大会难关，并建议真情去向总务省的藤川说明情况，但被即将合同到期的朝比奈否决。在股东大会上，日向勇敢地走上讲台，为数据泄露事件向大家鞠躬道歉，但台下却响起一片责骂声。日向的粉丝酒井发言说，你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，虽无学历却做着能改变世界的大事，结果人们只看重金钱，这情况实在太遗憾了。酒井的话深深打动了日向，日向承诺要带头承担，担起公司社长应有的责任，想办法克服眼前的困难，决心完成个人资料系统的集成，为支持 NI 的股东们带来惊喜。讲完便准备离开的日向，却被股民们愤怒地扔身番茄，他深深鞠躬，然后坚定地离开了现场。这家市值3000亿的 IT 企业，因为泄露用户信息的丑闻，股价在几天内暴跌至240亿，而这一切背后的策划者，竟是副社长朝比奈。股东大会结束之后，他大声斥责日向，指责日向为了寻找母亲，执意推进个人资料项目，使得公司四面楚歌，说日向不过是个任性的小孩。瞬间情况急转直下，股价跌落，朝比奈却看着跌落的股价信息开心不已。股价跌到谷底，有多少股份就买多少。真情担心日向会来找他，正好听到了朝比奈责骂日向的声音，他走了进来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默默地站在他身后，听到他带着泪水说，他只想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，并不是真的想去见他，个人项目不过是借此机会而已。或许自己确实太固执了。日向一个人蜷缩在角落，想着真情那傻乎乎的样子，如果你不开心了，随时可以叫我过来。于是他站起身给他打电话，而这时朝比奈在公司向真情表白，说他是真心喜欢他。真情因此错过了日向的电话。当他意识到要回电时，耀子却来找日向，将他拦下，两人就这样错过了对方的关心。NI 被政府责令停业，休假中的同事们看了新闻立马回到公司，想在最危难的时候和社长并肩作战。朝比奈之前告诉日向，他真心追求并喜欢真情，日向表示这和他无关。真情找到日向说，虽然他总是得罪人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对手，还有愿意支持他的人，需要他来守护。因为对朝比奈绝对的信任，日向决定把自己所有股份和个人档案项目抵押，向500万泄露信息的用户支付每人1000元赔偿，来恢复公司的声誉。真情收到 YW 研究所的工作邀请，却因为日向而犹豫不定。四人在餐厅偶然相遇，耀子提到他找到了好工作，饭后两人前后离开。日向赞扬真情的努力和坚韧，终于得到了肯定。真情说自己现在很迷惘，因为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，他终于勇敢地表达了，问能否以任何形式继续在日向手下工作。他想继续跟随日向。日向听了很高兴，但不想阻碍真情，忍着不舍告诉他，你还没有什么进步，因为一时冲动，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我不是让你放远眼光了吗？现在只需要想自己。听到这番话，真情失望地决定接受新工作，并感谢日向最近的照顾。日向让他上了出租车，两人各自前往不同的路。这个男人刚刚抵押了所有股份，挽救了自己创立的公司，随后被董事会决定撤销他的董事长和社长职位。而策划这一切的人，那个正在旁边热情演出的人，他最信任的朋友朝比奈。更意外的是，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他。朝比奈的秘密被他妹妹发现了，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赢不了，所以才在背后操纵一切。我要和他决一死战，彻底摧毁他。即便他始终喜欢他，却没告诉他真相。日向宣布了赔偿金支付方案，公司股价持续上升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收到新社长朝比奈发来的解聘邮件，他要把日向从 NI 公司彻底赶出去。日向接到坂口的电话，才明白现在的一切都是朝比奈策划的。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为了保住最后一点尊严，在朝比奈安排的解职记者会上，他宣布因私人原因决定辞去 NI 的董事长和社长职位，同时辞去 NI 的所有职务。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此刻坐在屏幕后面的那个人压抑着内心的欲望，爆发出笑声。日向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不敢相信地问，这一切真的都是你做的吗？看到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日向已经辞职。朝比奈鼓掌称赞并大方承认，他找了个有才华但又任性的小伙子，在最佳时机帮他赚了一大笔，把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，都是我做的。但我意识到这一点太晚了，
山上告诉日向，他抵押的股份已经被 NI 买走，扣除赔偿金后，他基本上一无所有了。加上他出售的 5% 的股份，以及股票跌到最低点时买入的，朝比奈现在的股份超过了 40%， 并且要求他放弃个人档案项目，转让给公司。这是他独立开发的系统。他想登录自己的个人档案页面，却发现所有的登录界面都被封锁了，他电脑上的备份也自动被删除。他一气之下拔掉了电源线。日向想告诉大家，他打算带着个人档案去创立新公司，却被朝比奈打断了。朝比奈对大家说 NI 太宽广了，没有足够的空间给追求创新和速度的日向，他的创意总是让我惊讶。听到这话，日向气得把手里的纸杯揉成了团。真情站在外面，眺望着充满自信的朝比奈以及角落里失意的日向，心里感到非常矛盾。这位创建了 NI 的男人，曾经自傲的不可一世的日向，在把自己的电动车送给安刚之后，空手走出了 NI 的办公大楼，却被新任社长朝比奈叫住，要回了他的门禁卡。在那之前，日向紧抓住机会邀请真情和安刚几位一起离开，决定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个人档案项目。大家决定给他办一个告别会。今天是真情在 NI 实习的最后一天，尽管被知名公司录用，他却并不快乐。他心地善良，向朝比奈确认了一遍，问他们的合作是否只是表面文章，你们是否还会一起做其他项目。面对朝比奈的挽留，他没有立刻回应，他在告别会上焦急地张望。带着访客卡参加告别会的日向，遭到了众人异样的目光。安刚制作的 NI 成长纪录片让他感动，日向潸然泪下。他回忆起8年前那个满身是刺的自己，没想到能成为一个市值3000亿的公司社长，自己从未预想过会有这么大的成就，甚至记不住人们的名字。现实总是出人预料，个人档案的未来虽然未知，但他不会放弃追梦，他将继续坚持下去。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，特别是他的朋友朝比奈，有朝比奈在， NI 才能安心交到他的手上。正当3打算宣布追随他时，却在这时候电视上在播出报道，朝比奈与 JI 签下了战略合作协议，合作的项目正是个人档案，同时宣布日向售出了他所持有的所有 NI 股份，个人档案与 NI 与他无关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身价250亿的他，现在被赶尽杀绝，变得一贫如洗。朝比奈手捧鲜花出现在告别会上，带着胜利者的姿态，对过去几年的共事表示感谢。日向起身想叫几个人一起离开，却被拒绝。朝比奈装作惊讶地问，你是想带走员工吗？这不像你的作风。最后一丝自尊也被曾经最好的朋友践踏，他把手中的鲜花猛地扔到地上。朝比奈阻止了他，告诉他别在这里试探，然后轻声在他耳边说，快走吧，免得被保安扔出去。他抬头看到真情正满是同情地望着他，电视屏幕上正映着他们共同创立 NI 的照片。他拿起桌上的投影仪，猛地扔向了记载着大家梦想的墙。修理费就不要找我了，我是付不起的。说完，他撕下了身上的访客牌，孤独地离开了会场。新任社长在所有员工面前被妹妹打了一耳光，但他依然面带微笑，要求他去帮忙准备食物和饮料。多年的野心终于得以实现，面子对他来说已不那么重要。真情刚刚目睹了一切，他再一次拒绝了朝比奈的挽留，并告诉准备向他告白的朝比奈，他喜欢的是日向。他拦下了即将离去的日向，他们停在了 NI 大楼前。他说，今天不是结束，而是新起点的开始。这一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他们留下了一张有着特殊意义的合照，他抓住他的手，紧紧地抱住他，一起面向未知的未来进发。夜里，日向在他腿上突然惊醒，真情满眼关切地看着他疲惫的样子，两人笑着深情对视。即将吻到一起时，他却犹豫了，觉得自己一贫如洗，现在或许不是时候。他们来到了新租的小办公室，真情失落地发现没有自己的工作位，看着银行存折上寥寥可数的余额，他开始规划减省开支的计划。但日向此刻却提不起任何斗志，他还在迷茫中寻找前进的路。朝比奈成为 NI 的新社长后，个人档案项目发展不顺，根据 JI 高层减少投资的命令，新的界面被改得面目全非，遭到了藤川次官的一致否定。他指出，失去了日向的 NI 变得令人失望。真情收到了朝比奈转来的150万，他决心要归还这笔钱。日向拒绝了耀子提供的关于哥哥的罪证，他带他去了哥哥和真情相见的地方。他误以为真情可能撑不下去了。藤川私下找到真情，要求他在半小时内记住遗落文件，希望日向能在3天内按文件要求设计出新的系统。真情兴奋地跑回去，想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却接到了日向联系的制药公司来电。他生气地质问他为何替他做决定，对他的不信任感到失望。他望着他们的合照，心如刀割，哭着将藤川的文件内容一字不落地抄下，贴满了办公室的墙壁。日向回到了办公室，黑暗中的空间让他回忆起母亲的离去、朝比奈的背叛，以及他推开的真情。为何每个人都离他而去？他悲伤地流泪。当他打开灯，看到墙上密密麻麻的数据，拿起桌上2人的合影，对之前误解他感到懊悔。他充满自信地开始设计新系统。历经2天夜以继日的努力，新的设计终于出炉。藤川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个人档案界面，安刚他们非常震惊，确定这是日向的作品。设计方案一旦获得通过，他匆忙跑向地铁站口，急于向他分享这份喜悦。
看着傻站在那羞涩等待的日向，真情感到无比欣喜。他们俩开心地返回办公室，却发现安刚他们决定加入他的新公司。日向计划重新夺回个人档案项目，哪怕是匿名参与。他为新公司起名 Wonderwall， 意为拥有一切的墙。这是他们共同描绘梦想的地方。你值不值得信任，我都不在乎，我信你。接下来的路可能很艰难，你愿意同行吗？真情没想到日向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他羞涩地点头，既惊讶又兴奋。他放弃一切，选择跟随，终于得到了一些回应。这时，安刚急切地让大家看新闻，电视上正在播报朝比奈被捕的消息，是原野的告发，他因背叛和内幕交易被起诉，并且已经承认了相关指控。镜头下 ，NI 公司大楼空无一人，股票已被政府命令退市，公司可能随时宣布破产。看到曾经拼搏过的地方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，大家都很难过。真情在客户的怒斥中开始培训他，在他们逐渐熟悉的过程中，他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，学会了与人交流，记住别人的名字，离开时总是会鞠躬道谢。他学会了为了工作和员工弯腰，并且觉得这样的自己很酷。在公交车上，两人相依偎，他们成了彼此的支撑。重新站起来的日向又开发了一套新的试衣系统，只需进行一次全身扫描，把个人数据输入系统，就能坐在家中试穿全市，借各家商店的衣服，接下来就能享受送货到家的便利。新系统的完善功能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。他在媒体前自信地讲述，他的眼神让真情感到敬佩。他觉得他非常优秀，给了他超出满分的评价。看着媒体的种种报道，他想着这一次站在你旁边的是我。生活变得越来越悠闲，他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力，对他的心意一头雾水，让他很是苦恼。现在的 Wonderwall 已经没有他擅长的工作了。他告诉日向想要休息一下，然后去了一家制药公司工作。他问领导工作是否能让人生变得更美好，得到了积极的回答，这让他更加坚定了留下的决心。日向发现真情不见了，他感到非常焦虑，不知这是何感觉。住持告诉他这就是喜欢的感觉，他说他只想看看他的脸。他坐火车去了真情的家乡，在路上遇到了柚子，他们一起去了真情的家，但没能见到他。家人说如果他真心喜欢，他会不顾一切去追随那个男人创业，这更坚定了日向要找到他的决心。他们又去看了泽木千寻，但是泽木千寻没有认出改了名字的他。吃着妈妈做的蛋包饭，他心里感到很复杂。亲眼见到母亲健康的样子，他终于感到释怀。他感谢耀子陪他来这里，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心中的想法。他现在最想见的人是夏井真情。他给学校实验室打电话，最终得知他在研究所工作。他下了火车便疯狂奔跑，急切地想见到心心念念的他。当两人终于面对面，却都把心跳隐藏了起来。他责怪他让自己找得很辛苦，并告诉他自己将回到 NI 公司，等待朝比奈的归来。真情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，他相信他一定能做到。他说只有见了母亲才明白，最想见的其实是另一个人。真情决定留在研究所，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。他慢慢后退，希望能听见。他说他最想见的人是他，但他最终没能说出来。当两人回头时，却看到对方已经决然离去。这个男人被 NI 公司扫地出门，却东山再起，创办了新公司，取得了不凡的成绩，引起了媒体的竞相报道，却选择在顶峰时将公司交给他人，重返旧地，打算拯救即将倒闭的 NI 公司。他痛苦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，难以置信昔日辉煌的 NI 如今如此萧条。一直拒绝日向探望的朝比奈回忆起他们共同创业的日子，那时两人一起努力，幸福满满，生活是如此的快乐。他叫司机追踪不断更新的 GPS 位置，急忙去见一个特意飞来找他的人。他参观完纽约的硬盘工厂后，顺路来看也在纽约出差的他，四处张望时，转头就看到站在身后的那个人。他兴奋地丢下手中物品，跑向他。他握住了他的手，凝视着久别重逢的他，称赞说他变得更加出色。短暂的相见很快就要结束，真情将在7点返回巴西，他接下来还要赶去波士顿。他开玩笑说，下次开发个能留住时间的应用吧。听后他停下了脚步，紧紧抱住了他。因为新程序的完成，用户数量突破了100万。日向正与一群美女庆祝聚餐，真情披头散发的出现把他们吓走了。他看到网络上的照片，找到了这里。趁着1周的狂欢节假期，他偷偷回来给他一个惊喜。他直言不讳地说，别惦记我家了。安刚他们看到他都非常高兴，告诉他 Wonderwall 已经搬到这里了，和 NI 公司共用办公空间，程序员也一起共事。丽萨展示了他和安刚的婚礼请柬，目睹两人亲昵地称呼对方，不禁感叹自己和日向更像合作伙伴。本想离开去找 Bingo， 却被安刚软磨硬泡的说服，最终跟他一起回家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日向的家，他非常小心谨慎，但还是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。屋内仅有一个冰箱和一张沙发，他自豪地向他展示，这是他半年慎重挑选的成果。家里若放了不喜欢的物品，反而会影响健康。他不习惯晚上的睡眠被安排睡在沙发上，他请他帮忙展开睡袋，确认他就在伸手可及之处。他的手轻抚他冰凉的脸庞，两人头靠头，感受对方的体温。早晨，真情高兴地为他准备早餐。他慢慢睁开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：土气的电饭锅、
杂乱的厨房台面，鸡蛋壳掉进锅里又被捡起，卫生间台面上的洗漱用品，架子上印有小熊图案的毛巾，墙上挂着的收纳盒，连G级的平底锅也沾上了脏东西。所有这些他都无法忍受。电饭锅要被清除掉，冰箱上怎么能贴这种幼稚的东西？卫生间的东西全部要清理，湿毛巾不能挂在架子上。尽管真情展现了这样做的便利，他依然无法接受自己的地盘被侵犯。领导向真情透露，公司下月将被美国企业收购，留下来就得长期住在美国，想留在日本就得重新找工作。目前的工作是他33次面试中唯一一次成功的。对再次找工作他感到无端的恐惧。他独自一人待在日向的家，暂时拥有属于自己的小角落。看到 NI 与 JI 高科可能合作破裂的新闻，感到非常担忧。熬夜工作后回到家，下意识地使用了架子上的毛巾。他高兴地说，果然很实用吧。他仍然硬着头皮找理由。真情拉着日向去挑选参加安冈婚礼的衣服，他为他挑选了一套和以往截然不同风格的服装。穿上之后他觉得非常惊艳，尽管自己觉得有点不合身，真情还是高兴地接受了。他注视着熟睡的他，觉得幸福触手可及。他下定了决心，我还是要回日本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社长日向突发奇想，觉得仅有查询功能的个人档案太无聊，决定创建一个壁橱储存空间，记录一个人一生的所有信息，留下自己珍贵的记忆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投资者J高科时，遭到了反对，改变了原先的计划，只想在特定场合使用个人档案，以便尽快让投资回报，解决公司目前的财务问题。程序设计已完成100分号，再做改动将非常困难，员工也都反对日向的提案。为了实现目标，他未经同意宣布朝比奈回归，却被朝比奈本人拒绝了。他对日向说，你现在已站在顶端，有能力改变世界，继续朝梦想前进吧。NI 员工召开集体会议，希望日向同意J高科的方案，否则大家会一起跳槽到 Wonderwall。 他原本以为 NI 是一个有梦想的公司，大家都在为改变 SJ 努力，有实现梦想的决心，但现在大家选择了安逸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。真情去公司提出辞职，人事部的人告诉他，他只有1年的工作经验，只是做了一些数据分析，离独立承担工作还远，建议他再想想。2个心情不好的人回家，看到了情绪低落的他，真情有些试探地问，如果他一直留在国外，他会感到寂寞吗？他原本想活跃一下气氛，他却说他的话让他更加烦躁。接着说，员工不应该总谈论公司的事，脑海里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和感受，一点点成就就自以为了不起，只愿意享受安逸，不肯接受挑战。他听后惊讶地说，我以为你会从被信任的人背叛中学到东西，你好像一点都没改变。而他却脱口而出，请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这话深深刺痛了从小被抛弃的日向。说完他就匆匆离开。他既无处可去，又忘带钱包，独自一人在街上漫步。朝比奈出现了，他驱散了骚扰他的不良青年。他向朝比奈透露，日向正在做一个存储记忆的壁橱。朝比奈评论说，日向的壁橱一直是空的，被妈妈抛弃后，他童年没有留下任何值得记忆的事物。真情因之前说过的话而感到愧疚，他认为自己成了日向的负担。真情搬去了丽萨家，2人都对他们当前的状况感到担忧。为了撮合，丽萨把他们的婚宴座位安排在了一起。日向在工作中度过日常，他看到了真情所在公司被收购的新闻，回想起那天他没能说完的话被他打断。他拨通了电话，但无人接听，发现 GPS 定位也被关闭了。他独自回到了恢复原样的家，看到了他留下的便条，在自己家里感觉缺少了些什么。转眼安冈的婚礼日就到了，日向拿着真情留下的将出席婚礼的便条，想起了悲伤离去的他，在婚礼上纠结着要说些什么祝词。突然他接到了 JI 高科破产的消息，不得不急忙赶去处理。耀子听说真情婚礼结束后将去波士顿，嘱咐他一定要告诉日向。而安冈拿出了日向录制的视频，他因为紧急事务无法出席，看着旁边的空座位，他呆呆地观看视频中的他，一杯又一杯地喝闷酒。日向终于说服了 JI 高科，将个人档案作为重建计划的一部分，向所有竞争者免费开放，并且将变成所有终端设备的标配软件。他姗姗来迟，抱怨只能坐在这个位置。喝醉的他大声说，坐我旁边有什么不高兴的吗？看着台上幸福的新人，问他我们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。真情看着他放声大笑，连说3次不可能。日向认真地说，很高兴今天能见到你。真情赞同地说，是的，否则我单独去波士顿会感到不安。2人为前几天的话互相道歉。日向说，我们太容易触碰到彼此的痛处，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光，我们太清楚对方的弱点。观看台上新人互相喂食，都感叹自己做不到那样。今天他们意见异常一致。当大家站在他们后面合影时，在嘈杂声中他说，现在分开不会太痛苦。是啊，我们连正式约会都没过，也没什么共同的美好记忆，约定为了开始新生活，不再追踪对方，不打电话，不发邮件。最后他说，那件衣服很适合你。他抹掉眼泪说，谢谢。就这样他们结束了尚未真正开始的恋情。真情在飞机上醉酒闹事，把旁边的乘客吓跑了。曾经誓言相伴的战友，你明明曾说过要我留在你身边。然后他放声大哭。日向一个人回到家，手里拿着他留下的纸条，静静地坐在沙发上。
上传手机照片时，看到他在纽约给他拍的照片，他长时间凝视着照片，手持手机犹豫不决，走到哪里都在想他，他的身影始终萦绕在脑海，但最终还是犹豫不前。日向再次赴纽约寻找那块硬盘 ，JAI 高科下有个潜力团队，完全有能力搞定硬盘问题。离开前，他建议日向去见真情。安刚向真情透露，日向今天在波士顿，大家都在劝他去找他。丽萨发来一段婚礼花絮视频，视频里日向说道：“我们说过伤人的话，以为会被原谅，却伤害了对方。或许不在我身边会更好。”真情泪流满面的看完视频，朝比奈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了地址，并说日向心里只有你。他曾说过，很喜欢现在的自己，是那个人改变了我。日向结束工作，在雪地中行走，感慨他可能就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抬头便看到了他。真情问他，那句我们不一样是什么意思？是你让我留在你身边的，是你说喜欢我的对吧？日向反驳说是你让我这么说的。真情气愤地骂他混蛋，他正打算离开，却被他叫住。他认真地注视着他，然后说只是想看看你，然后说走吧。日向说，在你眼里我永远不会改变，你究竟把我当成了什么？低头吻了他。真情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飞机上，日向收到真情的短信，你的衣橱就交给我来填满。他开心地抱怨，衣橱以后要变得乱糟糟的了。随后把他的字条拍照收进衣橱。山崎朝茶正式复出，朝比奈也正式复出。真情正在和日向视频通话，却被他直接挂断了。他高兴地说，欢迎回来。两人紧紧拥抱，看着架子上挂着的衣服感到开心。冲也要感到非常开心，他非常开心。木像把一样东西扔给了他，并叫出了他的小名，他要求他再叫一次，高兴地喊着他的名字。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不断的磨合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